最近我看那个 U.R. 赫拉利他写那个今日简史，真实它就相当于是个伪概念，你懂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我现在能说的只是说，我们是在追求一种有选择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其实我们都是依赖自己的直觉来做出判断。就是直觉它很难解释。我目前对它的感觉就是，它应该是来自于，就是身体和意识其实有多个层次嘛。我觉得它应该是来自于更高或者更源头的那种意识，是，直接投射给你的，是，所以它也是往往它是最可靠的。对，但其实现在很多人他渐渐丧失了他的直觉，就是对，就是他可能最后那一刻他选择了他的直觉，就像那个饥饿游戏最后一步，他把那个对吧女首领给杀掉了，他就觉得他的直觉就是告诉他这个人也是一个暴君，然后就杀了他，他也不计后果，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觉着。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这样，就是最近不是出了一个叫《死亡竞走》的那个吗？就是一堆人，就是最后走到只剩一个人才能停下来，他们走了4天4夜，然后最后剩下这2个人呢，他俩在过程当中成为好朋友了。然后其中那个黑人就是劝这个白人说，你最后赢得比赛之后，你不要选择复仇。他想把那个军官杀掉，拿到一把枪。正常来讲，你得到这个最后就冠军的话，是可以拥有财富的，然后实现一个愿望。他说，我希望你选择宽恕，选择爱，不要去杀掉这个人，毁掉你的一生，让你的妈妈伤心。然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最后这个在现今来说，直觉是越来越难获取了。就很多人就是因为直觉少了，所以他才需要去依赖逻辑和理性去分析。是，但往往很多问题其实依赖理性和逻辑，它分析不出来，你懂吧？因为有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死结。对，你的意思就是直觉已经是可能很多人丧失掉的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功能。对，如果有一个好的社群，我肯定会愿意在社群里面多待一些时间，或者花更多时间。但如果一个社群里面的人都是行尸走肉，我觉得还是离他们远一点吧。对，就是感觉他们有一些人的讲出的话都不是自己思考过的，只是在就是转述啊。我觉得你只有深度思考过，它才相对来讲是比较真实的。对，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那些人看到一个脑子，对，他就会一蜂窝的去吃、去啃、去抓、去挠。对，我觉得跟一群那个行尸走肉生活在一起也是挺可怕的。这也就是我会选择多独处一点的原因吧，就是很多灵性的书籍它都讲到了，就是说独处的这个重要性吧，就是他可能会建议我们有时间的话，有条件的话，要去感受这种独处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感受啊，或者说那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可能很真实吧，我觉得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探讨一下独处这件事儿。因为你经常独处嘛，对吧？享受这种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的空间。我觉得独处的话，这也是属于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嘛。其实真正重要的，它其实不是说一定要一个人待着，它其实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专注的这种注意力。就是独处，它其实是希望我们去回归到，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或者放到自己特定的领域里面去。就是跟外在相处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分散的嘛。就是独处的话，就让我们的这种感官都尽可能的不受外界的打扰，去做一些向内的探索嘛。
向内的探索，对，就是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一旦有了一个外界的一个观察者，或者说一面镜子，一个对象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某种程度上就会，就有一种自我形象啊，或者说所谓的面具感吧，就是不一定说那一面的我们是虚伪的嘛。因为我现在看一些节目，然后那个哲学老师就是他就讲，他说其实人是非常多面的，然后这么多的面，并不是说哪一面就是绝对真实的，或者说绝对是虚假的。他说其实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一种存在。然后我还感觉其实还挺对的，就是我们也不能说那样的时候就是很假的，或者说很虚伪的，然后我们私下的时候就是绝对真实的自我，对吧？我就觉得他讲的就是人可能就是同时存在这种多面性的一种个体。所以你说我们这一辈子都独处，就像蹲监狱一样，完全的活在一个没有同伴，没有，对吧，其他的生灵的这种环境当中，我觉得呢也可能不是我们就是真正喜欢的。就是可能我们想体验那种多面的感觉吧，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感受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有别人在的时候，或者比如说跟我去聊天啊，或者跟你女朋友去聊天啊，跟你的长辈啊，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可能这些面也是需要存在的。之所以独处就是现在很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太少了，就是少到几乎是达不到它的最低要求了。就是有道理，对，因为社会协作越来越越密切嘛，是，然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那很多人他就算真的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边，他也没有独处，他是在用互联网跟外界其实在进行交互嘛。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是这样，就要么他在发微信，要么他在看朋友圈，要么他在怎么样互动啊，对吧？发小红书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独处，就他还在与这个世界在互动，在交流。对，我觉得独处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或者说人格独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人只有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就是它会向上生长，但是呢，它向上生长的前提是它先得把自己的根系给生长的足够牢固嘛，对不对？就是人的这种内心建设或者说内部建设，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植物的根系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外在再多再好的东西你都承接不住，它都会倒的。对，就是我们要依赖的是自己的这个根系的部分，而不依赖外界的这部分，可以这么理解吗？不是说不依赖外界的部分，就是说根系它是我们去开展外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这种意识，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一些个人意识，他去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跟风式的参与。他这种参与其实是属于一种无效参与，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他不是源于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去达成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做的那些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很坚定的去做，你懂吧？就类似于你跟着别人去做一件事情，你其实自己是没有头绪的，你是非常被动的。是，
我好像有点就是就是避讳这种跟风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想去买拉布布的时候，我就会对这个东西会觉得，那这个风很强的时候要去避免去跟风，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比如大家越去烧香拜佛，我就越觉得，那我就越不想去，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个迷惑性和引导性。就比如说大家排队去一个网红店打卡吃饭，其实你得花很长时间去排队，对，然后你吃到的东西，它其实它可能没那么好吃，但是因为你已经付出了很长时间的排队，就算它不好吃，你也会尽可能让你自己觉得它好吃，因为就是对。它其实是一种成本，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件傻事情。就是如果我吃了一顿饭，我排了这么长队，然后吃到的东西结果很难吃，那么我会显得很蠢，会显得自己很蠢，显得自己就跟一个傻缺一样。对，我们心里面就会扭转这个想法，就是它就算有点难吃，但是我们心里会把它想象的，它其实还不错，没那么难吃。对，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维护它，对，会美化它，因为对我感觉啊，真的就是我每次排队的这种的，我都没有觉得说比别人家好多少。然后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只要是排大长队的，我都不去买，就是我就不再上当了啊，就不再上当，因为确实是每一次实验都会失败。没有那种好到就是不得了的东西，真的没有。就是排大长队的那些，我觉得队伍里一半的人都不是吃过这家来选择第二次消费，都是看人家排，他也觉得那这家肯定是最棒最好的，那我不吃这个我很遗憾，就这种消费心理在作祟而已。其实还是就是被这种商业化的东西给引导了嘛，比如说他做的这些宣传稿呀，自媒体呀，对，他引起了这种风向嘛，这种潮流，他可能请了几个网红在他的店里边进行了一个打卡宣传，对，然后大家就是跟风似的去打卡去拍照去体验，就是类似于就是其实跟商业广告是一个道理，就是你之所以去做这种行为，是因为广告已经对你进行了一个暗示。就比如说我们买可口可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到大量的可口可乐广告，它暗示我们喝了它就会爽。对，就是你一旦看到这个广告，其实你内心就会产生一个期待，或者产生一个类似于预约一样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今天看视频，然后视频里面突然插入一个肯德基的广告，对，你当时可能没那么想吃，但是因为你看到了它，其实你的潜意识里边，或者说你的那种边缘意识，他已经意识到有一点想吃，然后这种想法它会随着时间的积累，会一点点的放大，一点点的浮上来，是，就是最后会促成你的这种消费行为。对，就是跟很多人跟风，我觉得都是有一定恐惧心理的，就是仿佛就是这个东西你跟不上的话，你就被大家就那种，对吧？你不入流了，或者说被有一种孤立感，就是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对于那种就是包上挂一个拉布布的那种，女性吧，就是我就会觉得，就如果你是真心喜欢，那真的还好。那如果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最火，然后你就觉得不挂一个，就不够潮流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太泛滥了之后，会有点引起人的反感。我是有点这种感觉的。就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它之外，
别的东西都没有，对吧？没有意义了吗？只能是一个，包括孩子，你知道是非常容易受引导的。哪吒火的时候，孩子们只要哪吒，就他根本不管这个东西本身是美与丑，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拉布布火了，又人人都要拉布，然后可能明天一个什么东西火了，福娃火了之类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东西的这种崇拜吧，在我的感觉就是本能的感觉是有点吓人的。就是我们去盲目的托举一个东西，有一天可能就会盲目的去贬低一个东西。就是确实挺吓人的，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种越来越发达，这种跟风的越来越多。就是我觉得是怎样一个心理啊？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心理可能就是想要寻求这种社会认同嘛。就是因为他自己其实不认同他自己，你懂吧？我懂。就是他需要别人对他认同他，懂吧？就是对，就跟穿名牌是一样的，就是对，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到了。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标签来让别人认同我们自己。对，就是他好像似乎在寻找一种安全感，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奢侈品牌这个风气嘛也是比较强，然后大家就感觉就是那我就算买一个假的一个迪奥的包、香奈儿的包，我也得那个，对吧？奢侈品的包我必须我得有一个，因为我可能同事啊同学都是这样的一个我逼着我自己我都得去买一个。就是他不希望自己不合群，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合群一点，他希望做出这样的行为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是但是往往当我受到这种很合群的这种暗示的时候啊，就是你也怎么样加入了这个潮流啊或怎么样，就是我是有一点不适感的，就是我会觉得他在误解我不是跟风就是我不是因为出于恐惧啊，就像你说的，我不是说因为我不够自信我才去选择这个品牌啊，或者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去证明我自己，我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那种消费心理或者说那种证明感其实反而显示了我的那种不自信或者说没有安全感。就是它是一种包装，我觉得它就是其实就是对自我的这种建设太少了，就是其实跟咱刚才聊的那个独处的话题紧密相关的，就是人就是因为独处的太少了，所以他总是处在这种社会的凝视、大众的凝视之下，他就很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构建他的这种存在感，他的这种自我价值感。就是要不停的去汲取这种力量，去滋养自己，给自己力量，因为他的力量来源于别人的这种认同认可。对，就像人活着一样，他总是想要追寻意义感一样，就是有道理。他认为就是别人给他的这些认同和接纳，他认为是他意义的全部，或者说是，就是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个人的爱好，或者说自己的事情，他其实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很丰富了。对，外界的东西其实对于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其实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外界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必需品，而他自己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明白那种感觉，就自己的意愿或者说自己的审美啊、想法呀、价值观，这个可能是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因为我看一些电影嘛，就是讲那种校园霸凌嘛，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本性非常的善良，然后非常的好，对吧？他根本就欺负不了别人，但是他为了加入这种团体，加入这种所谓，尤其美国这种电影，对吧？很多就高中的时候
你为了加入那个流行的团体、主流的团体，你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你就要去欺负那个可能班级里最老实的最软的柿子，然后甚至有的时候2个人可能是好朋友，然后因为他要加入那个团体，他可能欺负自己的朋友之类，背叛了友谊吧。然后我每次看到这种剧情的时候，我就会就感觉很难受吧，就是很脆弱，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在现实当中会发生的，然后人会很虚伪的为了加入某一个团体，然后得到那种认同感，然后真的做一些很违心的事情。小孩他其实也是在模仿大人嘛，小孩里面能出现这种霸凌啊，这种小团体啊，他其实就说明咱们的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社会的这个阴暗面，其实在孩子当中也是有影射的，就是因为我们学校之前就这样的事情都有很多吧，我就觉得反正我是做不到违心，就是我可以远离这个东西，但是我为了去获取某一种那种所谓的那种团体感啊、虚荣感啊，你让我去说违心的话，或者说那些行为，我觉得太难受了。就是你违背自己的时候也是要有成本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利益交换嘛。你舍弃了自己的一些权利，然后你获得了一些集体的好处。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团体和个人，他就是这种有点就是利益冲突吧，就是融入团体，你就会丢掉一部分自己和个人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感觉我宁愿选择自己的东西多一些，就是团体的吧，我可能选择性的吧，就是去接触一些吧，因为你让我完全融入的话，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传统意义的一个人，就是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角度的，然后一些原则的，所以无论是上学啊还是就业啊，我就觉得完全世俗化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也会有个别几个自己的就聊得来的朋友吧，或者说大家就是点头之交嘛，不会太深入的这种，比较友好友善，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不是很认可，但是我也不会去反驳他，或者就跟他去辩论嘛，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应该做自己想做的样子，而不是去单纯的去满足别人的这种期许吧，或者说认为你应该就是怎么样，因为就是很多电影都会演这种东西嘛，就是你究竟要做自己，还是做团体当中或者爸爸妈妈眼中应该成为的一个样子。我每次看到那种敢于做自己的人，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那个影子。甚至我这2天看那个《一拳超人》，就是日本那动画片很有名嘛，然后其实不是很好看，但是它里面居然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超人一拳超人这个主角，他敢违背天下人的这种眼光也好，认可也好，他不是说不在意，但是他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要做自己，那你们愿意骂我就去骂吧，就是有点这个劲儿。就是他不去迎合大众。然后我还觉得这个动画片还让我找到了一点有深度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做人嘛，就是做自己就行了。如果你想要合群，你也可以合群；你想要独处，也可以独处。就是在自己，我希望每个人是能够主动的选择，或者说是有意识的去做选择的。对，至于你说合群，或者说是独处，或者说是世俗，或者远离世俗，我觉得其实之间没有就是好特别好，或者说哪一个更好。
只是我不希望大家都处在一种就是被蒙骗，或者说是被迫的去做一些事情。我希望就是人们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说是自主的去选择一些东西，而不是被迫的。就是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这些想法或者说声音。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没有这种自我的，就自我感太低了。我同意。就自我感太低，就会导致他的人生其实很大部分是被，就是可以说是被玩弄的吧。我觉得这种对被欺骗、被操控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太不可接受了。就是你谁啊？你还来玩弄我的命运？是我得要把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算自己过得再怎么悲惨，但那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对不对？或者说是你的创造。对，它是属于我的，但是它不属于我的东西，你要强加给我，那我真接受不了。对，这个强加我觉得就是很准确，因为社会也好，人群也好，会不停的去强加很多东西来给人下定义吧，或者说去让你就应该去怎么样，这个是应该的，那个是应该的。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应该，它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就是想要什么吧，或者说你不可能得到一样然后想着另外一样东西，可能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得到一样东西，就是你要么选择自由自在的生活，你要么选择就是束缚很强，但是生活的比较，对吧，所谓的丰富充实等等要不然你就很闲，要么你就很忙。包括很多人在婚姻当中都会说你想让一个有钱的有事业的老公老头，但是你又想让他天天陪着你这个那个，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矛盾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很对呀。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做选择呀，就是这要那要，其实就是小孩子嘛，就小孩子对什么都想要，他不清楚这些好处，他是要付出成本的。是，就包括人的精力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看电影看书咱们都得要做选择。现在可怕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他已经不做选择，或者很少做选择。这种情况的话，其实选择还是要做的，他只是被别人带你做了，就是他会使得一个人他替千万的人做选择。其实就是他对于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像丧尸一样，就像丧尸片一样，你懂吧？就丧尸片对，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那些人看到一个脑子，对，他就会一蜂窝的去吃、去啃、去抓、去挠。对，我觉得跟一群那个行尸走肉生活在一起也是挺可怕的。这也就是我会选择多独处一点的原因吧，就是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社群，我肯定会愿意在社群里面多待一些时间，或者花更多时间。但如果一个社群里面的人都是行尸走肉，我觉得我还是离他们远一点吧。对，就是感觉他们有一些人的讲出的话都不是自己思考过的，只是在就是转述或者就是在表达一些其他人的一些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抖音上的一些东西，然后
就一听就是没有经过自己消化过的东西。那不是说他说的那些东西不对或者说不好，就你能感觉到他是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的，他只是把那个结论就是拿出来了，没有经过深度思考。我还是比较看重深度思考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你只有深度思考过，它才相对来讲是比较真实的。就是你要是拿来就用的话，比较就是有迷惑性。我是这种感觉，就很有迷惑。对，最近我看那个尤尔·赫拉利他写那个《今日简史》，它里面其实就有讲，就是关于真相这个东西，或者说真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常理来讲，就是我们都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相，但其实呢，我们是追求不到的。而且就是真实，它就相当于是个伪概念，你懂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我们虚构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追求真实或者真相。我觉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说，我们是在追求一种有选择的感觉。就是真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还是要去感受，就是他也很难说我们去辩论它，就是论述它什么就是真实，什么就是不真实，就是可能它对于你来说它就是真实的，你自己的感受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你感觉到它是真实的。就比如说爱这个东西，对吧？你觉得你爱一个人，爱父母啊，或者父母爱你，那这个东西其实很虚幻嘛，对吧？那有的人会觉得你只是爱他的外貌，然后他的什么，对吧？这种情商，或者你只是喜欢他的那种什么什么高大上这种崇拜，然后很多人就会去讲啊，什么是真的爱啊，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东西怎么判断？其实就是你遵循你自己的感受嘛，你的心嘛。那如果说你的心都不是真实的，都不能作为参考标准的话，那就更难有其他的东西去判断了，对吧？你的感受如果说都是不真实的，或者说不实际的，那你说还能有什么是真实的值得参考的？我理解你的意思。刚才我之所以讲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书里边他提到了一点，就是指我们的人的感受其实也是不真实的。对，这个是这样的。但是我说，我们只能可能依赖于这种感受，就是可能在理性分析之后，你最后还是，比如说我分析的全都到位，就比如说就像电影当中吧，你有一个朋友啊或者爱人之类的，你的所有的理性都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往左选择，但是你就是到了那一刻那个节骨眼儿的时候，你之前所有的那些结论和那些思考的过程，你理性的推论，你会发现都不好使。是这样。那一个瞬间，你的那种所谓的新的能量吧，或者你那种直接的那种感受，它会直接去让你做出一个最终极的选择。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这样，就是最近不是出了一个叫《死亡竞走》的那个嘛，就是一堆人就是最后走到只剩一个人才能停下来，他们走了4天4夜，然后最后剩下这2个人呢，他俩在过程当中成为好朋友了。然后其中那个黑人就是劝这个白人说，你最后赢得比赛之后，你不要选择复仇。他想把那个军官杀掉，拿到一把枪。正常来讲，你得到这个最后就冠军的话，是可以拥有财富的，然后实现一个愿望。他说，我希望你选择宽恕，选择爱，不要去杀掉这个人，毁掉你的一生，让你的妈妈伤心。然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最后这个黑人想成全那个白人，但是白人呢，其实最后也是成全了那个黑人，等于，然后黑人最后胜出了，白人被枪打死了。然后这个白人的心愿不就是想杀掉那个军官吗？司令吗？然后这个黑人是劝他选择宽恕、选择爱的那个人，结果他就特别愤怒，他就是
很生气他的朋友死掉了，然后他最后胜出了，他想牺牲自我的本来，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灵机一动，他之前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劝告全部推翻掉，他就选择他说你把那个枪给我，然后他拿到枪之后，他毫不犹豫的把那个司令打死了，那他也可能也毁掉了他的一生。但是我就是感觉到，就是他能够打到你的心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分析了，他在那一刻他就是在成为一个，或者说他控制不了他的心，有点这种感觉。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就是知觉吧。是，就是很多重要的决定，其实我们都是依赖自己的直觉来做出判断的。就是直觉它很难解释的。我目前对它的感觉就是，它应该是来自于高维，或者说更高的，就是身体和意识其实有多个层次嘛。我觉得它应该是来自于更高或者更源头的那种意识，是，直接投射给你的，是，所以它也是往往它是最可靠的。对，但其实现在很多人他渐渐丧失了他的直觉，就是对，直觉其实是很难有的，就是在现今来说，直觉是越来越难获取了。就很多人就是因为直觉少了，所以他才需要去依赖逻辑和理性去分析。是，但往往很多问题其实依赖理性和逻辑，它分析不出来，你懂吧？因为有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死结。对，那种问题它从根本上它就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推论出来。对，你的意思就是直觉已经是可能很多人丧失掉的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功能。对，就是直觉它不是指你脑子里面突然想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直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让人很感动啊，或者说看上去很疯狂很不理性，但是可能做出的那个很伟大的一个决定吧。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女主角本来是可以走的，坐船先走，但是她就是看到那个男主角那一刻的时候，她就是不行，她就是战胜了所有的理性所有的逻辑，然后她就又跳回那个船上了，就非得要跟他在一起。那其实就在我看来哈，我认为这是人性就是比较光辉的时刻，就是能让我感动的东西，就是就那一刻人是撇掉了所有的束缚，就成为了他真正的那个内心真正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因为那个电影一直讲这一件事情，就是按照逻辑来讲，我应该去跟那个富商结婚啊，然后之类过所谓的稳妥的生活。但如果跟那个流浪汉的话，是很刺激很新鲜，直觉告诉他这样做，但是他没有勇气去这么选择。所以这个电影就每次看我都会打动我，因为他就在讲这两种力量的这种博弈抗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这种电影有时候就是会给我这种震撼，就是因为这也就是其实个人做出这种重大选择，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纯粹的那种抉择的，就是也是我们生活中少有的东西吧。对，确实挺给人震撼，然后让人觉得非常的可贵吧。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人性光辉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多电影都会再去就是渲染这种画面，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刻他可能会怎么样，对吧？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他把他杀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可能最后那一刻他之类的，他选择了他的直觉，就像那个饥饿游戏最后一部，他把那个对吧女首领给杀掉了，他就觉得他的直觉就是告诉他这个人也是一个暴君，然后
就杀了他，他也不计后果，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觉着，就是我但是会觉得很感动，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应该这样，就是按照人性光辉的那一面来选择的话，但是现实生活中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些电影啊什么的，它其实也是在给人做这种潜意识铺垫嘛。它其实也是类似于广告一样的东西，它在给人做思想铺垫，做意识建设嘛。就是往往一个厉害的国家，它最厉害的并不是它的物理武器嘛，而是它的文化武器。对，确实。哎呀，我希望活在那种电影瞬间当中。我的目标，我觉得挺好的，一刻也好，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给整感动了也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人生就是要艺术化嘛。对，是这样的，不然世俗太无聊了。对，又到时间了，我们就到这儿吧。这么正式，我感觉你没有啊，没有，因为正好聊到这个话题嘛，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发展一下啊，不正式，我们是不正式会议。我觉得你还挺适合做主持的。别了，我就适合闲聊。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性格就是，你讲我听，我也 OK， 然后或者你让我讲表达观点，我也可以。就是我觉得我这两方面都行，就是既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又是一个可以表达的人。还比较平衡吧，我觉得啊，因为我在听你表达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有共鸣的，就是这是觉得舒服的，除非你扯一些完全我不感兴趣的话题，那我可能就比如说有时候肯一讲历史，我就会有点头疼，因为他10分钟之后还在讲这段历史，我就有点就听不进去了啊，就是跟不上他的这个节奏了，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可能没有做好铺垫，咱们他就太喜欢历史了。而我恰恰要是对历史可能就不是很感冒的一个人，就是可能简单的还行，但是你要说很细节的那种，我就不是会太感兴趣啊。对，就是每个人感兴趣的也不一样，是。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